这一套厉害了 ，FPG 再版的怪魔，曾经这一套的价格也很不菲啊。这套礼盒现在的价格不到1000，每一家店铺的价格倒是不一样吧，反正没超出1000块。哎呀，曾经 FPG 也是我最喜欢的第三方之一啊。不过怎么说呢，这个也是一套稀缺的题材吧。除了 FPG 啊，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二家的第三方公司，甚至官方好像也没出。官方世代精选还有一些重涂的有没有出过，这个记不太住了。但是第三方这是唯一一套怪魔，曾经这一套也卖的挺贵的，我记得6个龙单体出一个也不便宜吧，好像后来还有龙壳了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一套套装的礼盒不到1000，天哪！开盒看看吧。这回的武器和之前的那个老版的怪魔造型不一样，这个因为啥？龙3据传说龙3的那个武器的模具损坏了，所以又重新开了一个模，重新做了一个吧。这回呢也是这些成员的武器可以跟他们扣起来，哎，这样拿，组成一个大枪，换个方向，哎，对，这样是正的。咔，农民伯伯，龙头怪的6个单体成员的人形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样子了。可以说料子摸起来吧，还是 FPG 曾经的那个味道，曾经的那个料子，而且齿轮关节什么的也是不错的。然后咱们把它变成这些怪兽，其实这个龙头怪部队的这些怪兽变完了，咋说呢？你也不能把它当一个正经的造型来看，就很不正经的造型。这个脚尖折一下，缩进去。直接缩短。咬合起来，再缩下去。扣上。好，一个怪物。这些面是齿轮。手忘了缩了。对 ，FPG 的怪魔，这是一套老物了，距今也有些年头了。呀，哦，我以为我转迷糊了。其实吧，怪魔这套角色，我觉得跟求雨鬼的那个味道挺像的，都是那种怪兽。好，第二个。那这两个变形就更手转一下吧，这前肢就变成这样。
龙头怪不对吗？脑袋旋转一下，放进去。这块还是要把这里倒一下，让开，再扣脑袋。嘴巴打开。这块我感觉扣上了，扣上显得有这个后脖颈子啊。然后把脚趾头一根变3根，接着应该是这样，一个 Z 字折叠，缩短，好。哎呀，这块好紧。对，应该是这样的造型。另外，这两个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这个的变形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哎，我记得从哪个方向转了一下。从这转一下。这是一个大狼人吧？那说实话，龙头怪这一套的这个伪装形态其实不能看，官方当时就这么设计的，就是这么设定的。这个腿也给它 Z 字折叠折短，扣一下，好。对，就是些牛头马面的东西。你这样说 ，FPG 设计的丑吗？其实这个我觉得不能赖 FPG， 因为当时的设定它就长这样儿。拳头拧巴呢？啊，这个拧不了。这个爪子对，折成这样。都是些怪兽，然后腿，
这边应该也是，就回归到半合体的形态。我觉着是不是应该把这块抠开？应该是这样结合一下。对，卡扣我找准了。嗯，没错。相当于个鼹鼠。哦，又一个怪物，最后老大怪物。转一下吧，手背这儿整齐一些。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这个有点像小时候看《卡布达》里边那个谁来，蟑螂恶霸，跟那个样子有点像。这也是到了变形金刚末期了吧？这些设计，我觉得是这些设计师们在早年G1的时候已经江郎才尽了，所以会造出来什么很科幻的计算王。因为计算王它的每个载具都是科幻形态，就不需要顾及什么载具的真实还原度了。然后反派这边的球与鬼做出来各种各样的怪兽，而到了后续呢，像隐者战士了、史达了的那个年代，胜利之斗争吧，那到了末期，日本人那就更敞开了脑洞的设计了，所以搞出来的这一套龙头怪部队，全是这种怪兽。其实他们算隐者战士，就是说核心里边是这6个怪兽，外边是有一个恐龙的壳的，而那套恐龙壳呢，现在也算是绝版货了，等于从恐龙那个壳里边把这些小怪兽的芯儿掏出来，然后6个小怪兽的芯儿组合成那个怪模，这是G1玩具的老设定啊。但就是这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吧，造就了隐者战士里边那个异常强大的合体金刚，也是真正能和史达去正面冲突一下的。所以，咱们开始合体。把这合体关节弄出来先。
有个卡槽，对，定一下，夹心儿夹住它，撸上来吧。这两片腿部折回来。哎，这节腿不拉，把这一节往长拉。这个腰身下方这里稍微往长蹬一蹬，然后两个 C 型扣子把这手牵上。这哥们儿应该是这只手，对，没错。把这个关节扭一下，这回就套住了。把肩膀的这个零件转个180度。哎，像这样，再把这两个扣子呢挂在鸟头的两边。这样吧，那面不好看，我觉得这面好，不暴露螺丝。好，然后把这个手咔嗒插上，两条腿，就跟这么搂上去，抠住自己的屁屁。下边这里得拉出来，下边这里得把大爪子分开，然后旋转180度，跟这样。从这个根部转，好紧，好紧。锁住，这块折到底，哎，然后对，现在就把大脚板拿出来吧，不然一会儿不好夹了。把它夹住，扣合，后边的这两个大脚板夹住，扣合。自己抠自己的屁屁，把这些卡扣维度都锁好。是 FPJ 的怪模。这个 Z 字折叠身拉出来，很紧啊。这一块旋开，卡扣放到外侧来，然后腰转180。
把中间这里都捏紧。打脚丫子中间的卡扣扣紧，然后就是主体的这两个了。先从腿拆起吧，看这个卡扣 check V 字折叠，哎，这个好变。这一块插合，卡扣对上，然后 Z 字折叠滑道滑一下。滑到侧面来吧，脚这里不用动的，裤裆翻过来扣上，然后把这个裙甲打开，大腿根 Z 字折叠往上提，肩膀要调换一下位置，把这两个卡扣转90度挪到前方来，这两个连接的卡槽转出来。跟脑袋连起来，应该是卡在这里。最后的这块先跟这么扣，然后翻转180，把这个3个刺夹到2个芯儿里边，看，滑到这个滑槽里去，这样才能固定的结实。对，打开这个后盖，把脑袋从里边翻出来，扭到前方去，这么来一下。对，我觉得再转一下，跟他们反蹲着。老大应该是蹲在这里。对，这样。然后2个脚丫子再结合一下。它这个关节啊，它中间这里有一个凹槽，把它卡进去以后。其实你看这2个凹槽前后的厚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转个180度调整一下，把这个凹槽在中间的位置调到后方去，你这个样子才正好卡在这个卡槽里边，让这个地方锁定到，这就很结实了，几乎拔不出来。然后中间这里的2个方槽结合，卡扣插在一起，往里怼。这个新武器帅啊！大镰刀比原先的那个强很多了。FPJ 主要是这一套怪模做出来，没人抢占个市场啊，市场上也仅此一份。但问题就是现在比例，这个玩意儿其实还是归为28比例的。我们拿几个来对比一下吧。可以说这套怪模是一个标准的28比例的这一系列吧，但你要实际看起来的话，它其实是要比 FPJ 的飞天虎更矮一点点的，甚至跟 MT 的这款大力神的这个身高都差不多了，比大力神还要矮一点点。这一套怪模再版出来的一套礼盒装，价格倒是不贵啊，据说没有超4位数，1000块钱以内。想一想，曾经动辄2-3千块的这些28比例合体金刚，而如今呢，不到1000块钱的价格，也算是性价比挺高了吧。这把镰刀分成2份以后，也可以变成2把枪握在手上，也可以变成背后的肩抱插在后背上，
同时刚才我们也展现了大枪的形态，上下两个结合组成那个大的形态吧。可以说这套怪模其实还是挺帅的，你整体的摆在一起看的话，是这家统一的美术风格，味道也挺好的。但是呢，时也命也运也罢，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 FPJ 在早年间属于说占尽了，但到后期呢，也是属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样一点都不占了。当年这两套可是创造了 MT 的辉煌和 FPJ 辉煌的两套作品，如今摆在一起看挺感慨，着实挺感慨。到如今一套礼盒版不到1000块的售价，这个我觉得也挺便宜了。你要说二手，基本上现在都没这价格了，这全新的出来基本上是跳楼价。曾经他以原创自居，他创造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在早年间的第三方发展阶段中功不可没的，但是也到了后来他太原创了。当你脱离了变形金刚的 IP， 创造了一些自己独特的产品的时候，迷友们不一定买账，也是在那个时间点去转型， FPJ 可能没有把握好吧。你要说放到如今来看，可以看看如今咱们这些第三方厂商，国内的这些很多都转型做了原创的 IP， 也有很多人是认可这些转型做原创 IP 的。但是早年间 FPJ 那一步迈的确实有点快了，有点操之过急。那么这一款就是这样吧， FPJ 惋惜。